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游戏是《大魔界村》。该游戏由卡普空于1989年发布于世嘉平台。角色可以前后行走，可以下蹲，可以跳跃。初始武器为长枪，可以下蹲攻击，可以向上攻击，可以跳跃向前攻击，可以跳跃向下攻击。攻击可以消灭敌人，受到攻击，盔甲就会掉落。再次受到攻击，角色就会死掉。游戏有时间限制，时间耗尽也会死掉。游戏一共有3条命，全部死掉，游戏就会结束。会出现倒计时，在倒计时归零前按开始键，可以继续游戏。游戏第一关为处刑场，地下会钻出死神，以运送死者灵魂为业的骸骨魔物。有些敌人会携带罐子，里面会出现道具，小型人偶会增加200分。这里出现秃鹫，停落在断头台上。地面会出现宝箱，连续攻击就会破碎。里面出现魔法师，会将角色变成鸭子。此时无法攻击，只能躲避。一段时间后恢复正常。如果角色没有铠甲，会变成老人，动作会变迟缓。在梯子处可以上下爬梯子。宝箱内出现金色铠甲，装备后蓄力臂剑可以发动武器专属魔法，长枪的魔法为闪电。如果角色处于无铠甲状态，宝箱里会出现银色铠甲。这里出现食人花，本是人间界的食虫植物，却吸收了处刑场人类的血液，突然发生变异，会吐出3颗头骨。这里要躲避断头台的铡刀。这棵树上布满了秃鹫。穿过巨大断头台，进入食人丘区域。这里狂风大作，行走变得困难起来。空中出现莲柚，镰刀的快速运动能在空气中制造真空状态，以此形成类似盾牌的效果。当暴风雨停止时，身后会出现宝箱，同时地面伸出根状怪物，需要攻击红色弱点。宝箱中的魔法师可以消灭，根状怪物会无限复活。在山脚下的右侧尽头有宝箱，出现新武器大剑，近战武器，攻击力加倍，可以向上突刺，也可以向下突刺。魔法为雷龙。这里出现臀男，手持3叉枪，曾是与亚瑟一同打倒大魔王的巨人族的远亲，会喷射消化液。如果靠近还会跳跃攻击。这里会出现宝箱，跳下阶梯悬崖，进入 BOSS 战。敌人是希尔德，伪装成邪神雕像的巨大独眼鬼，会将头颅摘下装在右手上，从口中发射火球，需要跳起攻击头部。
消灭 BOSS 后会出现钥匙，拾取后大门就会打开。在盔甲掉落状态下拾取钥匙，会自动装备银色盔甲。在拾取钥匙时按住方向上，屏幕会显示 Nice Catch。进入第2关腐蚀村，被魔物摧毁的风车村，出现新敌人岩龟。龟壳由人面岩石构成的乌龟，会将身体缩进壳中，弹跳着横穿画面，也会落地伸出头和四肢行走，并发射子弹，只有伸出头和四肢时才能被消灭。沿途可见被破坏且布满蓝色肉瘤的建筑，景象凄惨。在凹陷地形处有宝箱。进入巨大磨坊，地面布满流沙，需要从上方的钢索通过，有些位置的钢索会断裂。流沙中央会出现蚁狮，是鬼蝙蝠的幼体形态，无法消灭。如果靠近蚁狮巢穴，会直接落入死掉。记住钢索会断裂的位置，连续跳跃通过。在即将离开磨坊时，会出现宝箱，获得新武器伊卡洛斯之盾，会投掷绿色圆盘，可以同时发射2枚，下蹲投掷会沿地面飞行，可以向上发射，可以跳起向下发射。魔法为镜子，可阻挡敌人的普通子弹。这里要躲避崩塌风车的燃烧旋转叶片。眼前出现堆积如山的牺牲者头骨，颅骨山上出现红色魔神王，3年前曾被亚瑟打倒的红色魔神首领，会俯冲攻击，会口吐弹丸，还会发射3只小恶魔。进入燃烧村后发生地震，空中飞来火焰蝙蝠，魔界的炎之生命。地面因地震不断塌陷隆起，天花板喷射的火柱会变成火焰蝙蝠。这里出现绿怪物，会发射眼球。进入 BOSS 战，敌人是炼狱魔，火焰产生了意识，成为了魔界大门的看守者，会在空中降下火焰，还会施展飞扑，火焰如雨滴般落下。进入第3关兰克男爵之塔，战斗在上升的电梯上进行，出现飞行哥布林，长有翅膀的小型恶魔，铠甲泥人，曾用于漆器的泥，被魔王赋予生命。出现新武器斧头，穿透能力强，攻击判定大。魔法为爆裂，只可近身攻击。如果被挤压会直接死掉。出现新武器火焰球，火球落地后会升起火柱并向前推进。魔法可以释放4个火球。出现新武器短剑，可以连续发射3个。魔法是分身，这里速度太慢，死掉了。
途中不能浪费时间，要全力向前走。这些球状魔物只会在空中漂浮，在砖墙落下之前将其击碎。当画面停止移动后，进入魔像地带，踩着紫色舌头前进，消灭飞来的鬼蝙蝠。如果跟随舌头进入雕像嘴里，就会死掉。跳向上层舌头，再落到移动平台上。第一个宝箱是魔法师，下蹲躲避。得到斧头后，快速跳向上层舌头，再落到下层移动平台，向右跳跃。进入 BOSS 战，敌人名叫盖斯图，云朵被邪恶之物附体，产生了意识，会产生雷电后向前冲锋。弱点是赤红的眼睛。产生雷电时具有防御效果。进入第4关，翡翠森林。这些翡翠很漂亮，但异常锋利，不可触碰。出现巨大骨骼，地面浮现塔状怪物，口中会吐出水晶子弹。死掉后会变成障碍物。这里出现触手怪，弱点在尖端的嘴部。进入垂直向下的洞穴，出现魔掌，会发射子弹。如果靠近，会直接死掉。触碰这些尖刺植物也会死掉。地面钻出米诺斯蛇，小型毛毛虫状怪物，沿着斜坡向下前进。这里要乘坐植物触手下降，蛇状魔物敌人会发射子弹攻击，如果一直下落就会被吃掉。到达右侧平台，进入 BOSS 战，敌人是精化蠕虫，战斗在其背上进行。BOSS 虽然完全不动，但会从体内派出幼虫和长虫保护露出的5颗心脏，橙色虫子无法消灭。当心脏露出时进行攻击。
摧毁5颗心脏就会消灭 BOSS。进入最终关恶魔城堡，开局出现骷髅龙，弱点是头部。宝箱里是魔法师，再次遭遇红色魔神王。获得大剑，大剑的威力十分强大。有时候掉落的武器会出现在必经之路上，攻击携带罐子的敌人要选择好位置。进入恶魔之塔，一边爬梯子一边躲避带刺铁链。这里出现阿斯塔罗斯 ，FC 版魔界村的最终 BOSS， 被新魔界之主复活，会发射火焰。弱点是头部。接下来遭遇连环 BOSS 战。消灭敌人后出现新通道。阿斯塔罗斯不仅被复活，还有很多克隆体。出现盖斯图，可以直接通过。这里紧贴墙壁跳跃，就不会触碰到敌人。这里出现大型人偶，会奖励500分。进入 BOSS 战，敌人是巨大蝇王，会发射巨大苍蝇卵，利用攻击改变蝇群的飞行轨迹。消灭 BOSS。亚瑟，你至今的表现值得称道，但绝无可能战胜门后的洛基。速回村庄，从战争女神手中取得魔力再来。亚瑟，披上你的魔铠，开启秘银宝箱，战争女神必将现身相授。愿命运眷顾于你，吾坚信你终将战胜洛基。随后就会进入二周目。在二周目宝箱中会出现女神，得到新武器心灵加农炮，可以消灭子弹，无专属魔法。二周目的第4关 BOSS 战会出现2条橙色虫子，要想寻找机会攻击心脏变得非常困难。在二周目还出现了新道具奖命人偶。当携带心灵加农炮通过第5关后，就会进入最终 BOSS 战。敌人名叫洛基，统治新魔界的大魔王，端坐在王座上等待亚瑟，手中发射的光束可以摧毁地面，还会用脚踩踏，需要跳起攻击头部。最终双手和嘴都会发射光束。消灭最终 BOSS。
洛基复原了3年前消失的魔界村世界，世间最强的战士亚瑟终于击败了洛基。当年击败恶魔时，亚瑟便已明白，魔界村的世界终有复苏之日。我们通过强化武器，并为每种武器注入魔力来应对新的敌人。若非魔力加持，纵使亚瑟也早在抵达洛基之前便已败北。亚瑟不仅身负魔力，更从瓦尔基里处获得心灵加农炮形态，经历殊死搏杀，他终将洛基斩落。被洛基囚禁的灵魂终获解放，赫斯公主随之苏醒，因骑士亚瑟之功，大地重归祥和。然大魔界村世界未必不会在某个时刻被某人再次重建。亚瑟的战斗当真终结了吗？好了，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